大家好，这里是聊聊吧。今天来讲讲银河系的大小哦。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哦。大家一直很想知道说宇宙有多大，银河系有多大。虽然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不管是100亿光年或者是120亿光年，其实都不关我们的事啦。因为再怎么样，我们永远到不了宇宙的那一端哈，因为它太大太大哦。有如一只蚂蚁要爬过一个地球，比这个还大，好的概念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哈。那不是几乎是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哈。OK，那今天所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定义银河系的大小呢？当然呢，银河系也非常非常的大，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哈。以往我们觉得银河系是有一定的大小的哈，那最近有一个新的资讯出来以后，发现银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很多哈。那在最新的资讯中，我们重新去知道了银河系的大小哈。在日本的一个研究中，以往我们大概认为银河系大概是在10万光年左右哈。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1918年的时候，美国天文学家有一个叫沙普利的哈，他提出的太阳应该是位于在银河系的边缘哈。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太阳是在银河系的边缘，大概是在接近1/4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去往里头看的地方是3/4的地方。所以你看那夏季银河会不会觉得它非常的厚实哈？这是因为它是在银河的中心地带哈。银河的中心大概是在我们牛郎织女嘛哈，在织女的附近哈，织女星的附近哈。那现在这个时间呢，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认为，整个银河系的半径大概有5万光年的大小。5万光年大概有多大呢？等一下我们稍后介绍。所以呢，依照这个讲法呢，整个银河系的大小大概就是10万光年左右哈。10万光年，这是我们传统上对于银河系大小的一个认知。那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哈。你想10万的光年哈，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光年的概念哈。那日前呢，在日本的一个科学研究报告中，它就一个日本的东北大学，它科学研究报告中，它可能会改写这一个记录哈。在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下呢，他认为银河系的大小应该是现在的10倍大，也就是说半径大概是52万光年左右。那这一项的发现大概也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对于整个银河系的那个大小的认知哈。或许银河系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大非常非常多，几乎大了快10倍以上哈。也或许我们之前呢所认定中的银河系是真的太小了哈。所以呢，以前我在指星的时候看着星空的时候呢，我会跟一些介绍星空的人说，你看我们所看到的银河，我们所看到的星星都在10万光年以内哈。那现在可能要改写了，现在可能要说，我们看到银河大概是在104万光年以内的东西哈，所有的星星都在位于在104万光年以内哈。那所以那个概念完全是不一样哈，104光年跟10万光年是差了10倍的大小。OK， 那但是这个大小其实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哈。你想说光年，我们一直觉得光年，光速的光，年份的年，它其实是一个距离的单位哈，它不是一个时间单位哈。因为它是光速跑1年的距离哈。那其实你可以想象，光线1秒可以跑地球的7圈半哈。我们小时候都有教过，光线1秒可以跑地球7圈半。那光线从太阳到地球也不过只花几分钟的时间哈。所以呢，你想想看，太阳的光线一直到出银河系，出太阳系，整整需要好像我记得是20-30分钟的时间吧。那我们地球曾经送了一个，上面有一个我们人的相片，我们人的刻痕的一个磁碟，在一个探测仪上哈。它现在已经飞出银河系，飞出太阳系了。花了多久时间呢？几乎花了30几年的时间哈。所以你看，其实光线只要花2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几乎花了30年的时间才达到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中，为什么我们说1光年，其实应该1光年的地方，我们人类终身的速度都没办法到得了，
因为光线跑1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长的，那比我们想象中的长，甚至所以你看，整个太阳系，整个银河系的极限是在100万光年，那更不用想象了哈，100万光年哦，不是100万，不是一光年，是100万光年哈，那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想说，大家最喜欢提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宇宙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如果照我啦，我会相信说是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太大了哈，它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中的大。那地球有可能刚刚好产生了一个生命的现象。那整个宇宙中呢，有那么多的星星跟那么多的行星，那么多的恒星，说不定有很巧合的也会产生生命的现象哈。所以呢，但是它是不是以人的形态出现，那就很难讲了哈，因为演化是没有方向性的哈。如果你有学过演化学，你知道它是随着它的环境啊、它的状况而改变，所以它没有方向性。到底是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这是很难讲的。但是有没有外星的生物体呢？我是觉得有机会的。但是它是不是跟我们同时间存在，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你可以想象说，银河系的边缘的光线大概距我们100万光年嘛，对不对？光从那边跑过来需要100万年哈，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那一颗星星的光线是100万年前的，哈，100万年前的。那其实，如果是真的有外星人的话，它是不是科技会超过我们呢？其实也蛮有可能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电脑，其实我们的电脑发明也不过才将近，看有没有100年吧，应该还没有到接近100年的时间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还在用286、386、486的电脑。你看到现在的时候，大概也才距20-30年的时间，已经发展到现在有 iPad 啊、iPhone 啊等等等的时代。其实你把现在的手机啊拿到10年前，拿到20年前的时候，大家会以为你是外星来的生物。你甚至如果你把现在的东西拿到30年前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个是从外星人手上拿到的，他们说不定都有可能会相信哦。所以其实那个科技的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哦，甚至有可能你看他们甚至在1000年或者是5000年的时间，或者是10000年的时间，甚至那个科技落差有多大哈？所以当然有可能哈，不过想象嘛，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有这个东西，因为宇宙实在是太大了哈。宇宙大概有100亿光年左右哈，银河系大概是100万。宇宙大概是100亿哈，100亿哦哈，好几百倍哈，所以呢，人类在宇宙真的是一个沧海一粟哈。最后呢，我在说明的地方会附上连结，它是英文版的哈，它就是东北大学的这一篇的文章，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是用什么东西去探测的，还蛮有趣的哈。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研究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原文。当然，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那我们这里是聊聊吧，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